我不知道那谁的啊，这个是我的。外交部，你看让免签都让来，来了以后又搞这么复杂，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弄，全世界最复杂的监测系统，外国人能来吗？这么复杂，来玩来了还来受罪来了。中国地铁安检愚蠢又可笑，不仅没用，还侵犯人权。经常坐地铁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这么个场景啊？好不容易从人山人海里杀出一条血路，冲到了地铁站口，眼看着车就要来了，结果前面安检小哥伸手一拦：“你好，麻烦包过一下安检。”估计不少朋友心里面都犯过嘀咕啊，天天这么检，有完没完了？你还别说，有这种想法的不光是咱们自己人，有些个老外啊就特喜欢拿这个事儿来指点江山。说什么？哎呀，中国的地铁安检又愚蠢又可笑，这不仅没啥用，还侵犯了我们的人权和个人隐私。我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想乐啊！哎，我寻思着，这帮老外是不是觉得能跟电影里似的，随时随地从风衣里掏出一把 AK， 那才叫真正的个人隐私和自由呀？他们可能习惯了他们那儿的地铁，很多城市安检不存在的，顶多是警察叔叔牵着警犬溜达一圈，随即抽查一下，那都算是高规格待遇了。甚至他们有时候连逃票的都拦不住，更别提往你包里面装啥了。但在咱们中国，无论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都市，还是咱们老家那些2、3线城市，地铁安检早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是标配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这道每天都要过的坎儿，它到底是多此一举的形式主义，还是真能保我们平安的护身符呢？北京地铁曾经专门发过一份内部数据，说从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开始搞常态化安检，到2018年这10年的时间里，你猜猜查出来多少违禁品？说出来都吓你一跳，116万件，平均每100万件过安检的行李物品里就能查出来118件是违禁品。这还不算完更有5.1万人因为携带危险品被直接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这里头还有4600多个人因为情节比较严重被依法拘留了。朋友们，这10年5万多人呀，这5万多人要是把那些危险玩意儿带进了地铁，会发生什么呀？就在去年2024年的6月，同样是北京6号线呼家楼站，安检员小哥盯着 X 光机的屏幕，发现有个包里面的影像不对劲儿，有个东西的轮廓特别像刀，于是就让那位乘客开包检查。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位乘客大哥不但不配合，还跟安检员嚷嚷，警察来了他都敢威胁最后查出来包里面确实是藏着刀具这类违禁品。那这下好了，直接被警察给带走喝茶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恐怖事件就这么被消弭于无形了。你想北京地铁上千万人次的客流量那是什么概念？早晚高峰的车厢里人都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人贴着人。那这种环境里，要是真让一个揣着凶器、情绪激动的人混进去了，那后果咱想都不敢想这道安全防线要是守不住那可就不是开玩笑了。咱们每次都觉得不耐烦的几十秒，可能就避免了一次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危险。那些我们感觉不到的危险，才是安检最珍贵的价值所在。可能还有朋友心里犯嘀咕你说的是挺吓人的，但那都是可能嘛。国外没安检不也过得好好的？那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国外不是没有事儿，而是事儿闹得太大了，大到了惨不忍睹。咱先不说别的，就说咱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那都是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惨案的。先说韩国，2003年大邱市，一个50多岁的男人叫金大汉，因为自己中风失业，对这个生活绝望了，就想报复社会。他怎么干的呢？他弄了整整4升的汽油装在了几个塑料瓶里，就跟咱们平时带饮料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地铁站。因为没有安检根本没有人管他。他上了一辆地铁，趁着周围人不注意，拧开瓶盖，就把这个汽油泼到了车厢的座椅上，然后呢掏出了打火机，腾的一下，火苗子瞬间就窜了起来。他自己呢趁乱跑出了车站。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密闭的地铁车厢瞬间就变成一个火炉，火势发展的太快了，根本就控制不住。更要命的是这辆着火的列车停在站台，火势和浓烟竟然把对面轨道上刚进
进站的另一辆列车也给引燃了，2辆车上的人全都被困住了。最终的结果，198人当场没命，147人严重烧伤。人间地狱不过如此呀！那个纵火的罪犯金大汉后来被抓住了，因为在法庭上表现出所谓的悔改，没判死刑，判了个终身监禁。可这有什么用呢？那近200条活生生的人命还能回来吗？那100多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伤者，他们的人生还能回到从前吗？一个没有安检的漏洞，换来的是几百个家庭的破碎。按理说，吃一堑长一智，发生过这么惨的教训，韩国地铁总该长点记性，把这个安检搞起来吧。可是事实呢？就在今年2025年的5月底，首尔地铁5号线上又有一个男的带着燃料罐上车，然后点火。万幸中的万幸，这次火势控制的比较及时，发现的早，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是呢，依旧有100多名乘客因为吸入浓烟或者踩踏被送进了医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历史的悲剧竟然还在重演。再把目光转向日本，这个事儿更早也更邪性。1995年，日本东京一个叫奥姆真理教的邪教组织，为了制造恐慌，搞了一次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他们选择了早高峰时段的东京地铁，好几条线路同时动手。他们用的武器不是刀，不是火，而是更歹毒的沙林毒气。那一天的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就是看到地上有一个被报纸包着的不明液体袋，被人用雨伞尖给捅破了，然后一股奇怪的味道散开，紧接着人就开始倒下，口吐白沫，呼吸困难。那一天整个东京的交通系统陷入了瘫痪，13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这5000多名伤者里很多人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视力受损，神经系统紊乱，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大家听听，从韩国的汽油到日本的毒气，这些血淋淋的案例都在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地铁作为一个封闭、拥挤、人流量巨大的公共空间，它的安全防线是多么的脆弱，又是多么的重要啊！地铁安检绝对不是多此一举，它是我们普通人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那说到这儿估计大伙都认同安检的必要性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道理我都懂可还是慢呀！我上班赶时间，能不能快点？那你提的这个问题国家早就想到了。说实话咱们国家在解决这些民生问题上，脑子是真的活泛。咱们一直在努力的想办法，怎么既能保证安全，又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你听说过天津轨道交通集团研发的一套智能安检系统吗？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已经通过了国家的权威认证。它用的是一种叫被散射成像的技术，再加上 AI 人工智能算法。说白了就是给你来个高科技扫描，你人走过去，你身上包里面有啥，它都看得一清二楚。整个过程呢，你几乎感觉不到就过去了，既安全又快，简直是两全其美啊！ China is really safe. Taking the metro here is like going to the airport. Less security check. You just scan your QR code to enter. See? Just open your phone. Let's eat. Super cool. It's all clean, with cameras everywhere. So safe and cheap. Only 2 free renminbi a ride. Fast and really convenient too. They have security check. You can only scan it with your QR code here. Look. Yeah, and we just go. You don't even have to do anything. Just open your phone. 还有上海管理者也是动足了脑筋他们搞了个分时段分通道的优化模式，就跟高速公路收费站似的多开几个口，分流人群，缓解拥堵。你看看这些创新都在证明一个事儿中国的地铁安检从来都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它是在不断的进化，在绝对安全和通行效率这2个点之间努力寻找那个最完美的平衡点。有人说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地铁站，每天24小时安检得花多少钱呀？根据估算中国地铁安检这个市场的规模超过了300亿。300亿听着确实是个天文数字。但是朋友们，咱们得想这笔钱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千金不换的安全效益你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北京、上海那种一趟车就能拉2-3千人的拥挤车厢里，万一哪怕只有一次发生了像韩国大邱那样的纵火案，或者像日本东京那样的毒气袭击，那会造成多大的人员伤亡那经济损失、社会的恐慌、人心的创伤，
又是多少个300亿都弥补回来的？这笔账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花小钱防大灾。当然了，中国和美国在安检这件事上做法这么不同，也跟两国的国情有巨大差异有关。美国地铁呢，客流量最大的纽约一天大概是500万人次，而咱们的北京、上海单日量客流量已经好几次突破了1300万人次了，是纽约的2倍还多。那这么超大规模的客流，意味着任何一个微小的安全隐患都可能被瞬间放大，变成一场波及无数人的公共安全大事件。人越多，责任就越大，安全这根弦啊，就必须得绷得越紧。更深层次的啊，是咱们骨子里的安全理念不一样。美国人呢，很多时候习惯了事后追责，出了事儿 ，OK， 我们来抓凶手，我们来赔偿，我们来反思。而咱们中国人啊，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智慧是什么？是防患于未然，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更相信最好的治疗是预防，与其等到悲剧发生再去捶胸顿足，不如从一开始啊，就用最严格的措施，把所有危险的苗头啊都掐死在摇篮里。地铁安检就是这道最前置也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从2008年奥运会的临时安检，到后来的常态化，再到如今各种智能安检的全面铺开，中国地铁安检这10几年的进化史，其实就是咱们国家公共安全理念不断升级的一个缩影。所以啊，朋友们，下次当您在提着大包小包在地铁安检口排队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丝丝的不耐烦，这很正常。但是希望今天咱们聊完啊，你能多一份理解。您就想，我们现在这一点点小小的麻烦呢，可能正在阻止一场我们看不见的大麻烦。如果再有外国人在您面前质疑我们中国的地铁安检没用，侵犯人权，你不妨就乐呵呵的告诉他，咱们这儿的安检它最大的价值恰恰就在于那些没发生的危险。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咱们每天的出行都平平安安的。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